这边呢，就是我来过几次的革新村啊，就把这些土地啊集中使用，变成了一家家的农舍，独门独院的农家住所。但是呢，边上呢有很多的乡野的气息，这样的居住环境呢，让城里人也非常的羡慕啊。这边的站到边上那些花朵非常的漂亮啊。嗨，大家好！现在呢，我离开赵家楼啊，这一座闵行浦江区的古镇，但不巧呢，正在重新维修，相信呢，再过一些年才会跟公众重新开放。现在呢，我准备往前面再去稍稍的走一段。因为前面有据说我曾经寻访过的农村叫革新村呢，确实是一番新农村的模样啊。稍稍的骑一段呢，准备就掉头回去。刚刚呢换了一块电池啊，继续呢我的骑行。这附近的农村呢，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啊，不仅呢做一些民宿旅游的产业，当然也离不开它的老本行啊，种地经济作物。同时呢，把挣来的钱呢，又重新进行第二次的土地规划，使得那些原本分散在田间的宅基地呢，又集中起来，给予统一的设计、规划、建设啊，以一个不错的居住环境，把农民的这些宅基地呢置换出来啊，统一呢来进行产业的布局和发展。那么统一建设的这些农村的房子啊，有更好的居住环境，更优美的环境啊。当然呢，也赋予了一些产业啊，你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呢，比方出租，就像现在看到的这些民宿啊。上次呢，因为已经到里面去转过一圈，今天我就不进去了啊。
让农民呢可以自我来经营自己的民宿，也可以委托呢一些公司来经营，以换得一些收入。同时呢也增加一些福利啊，像这边呢就是一个互助式的养老之家，专门是革新村的一些福利。所以总体来讲呢，这边的农民啊，就这一两代人呢应该还是不错的。至于他们的下几代啊，可能以后也不能称之为农民了。那么这些应有的福利呢，就给上一两代啊用完了，那就得要跟城里人一样生活，一样去竞争了。这边呢，就是我来过几次的革新村啊，就把这些土地啊集中使用，变成了一家家的农舍。整体的设计啊，看上去还是保留的一些当地的传统的样貌，但是呢，都有独门独院啊，可以停车，现代化的设施呢一样不少。那边上呢也流出了很多的河浜绿地啊，所以呢使得这边呢整体的居住环境啊优于城里人。前方呢还在进行一些翻新建设啊。独门独院的农家住所，但是呢边上呢有很多的乡野的气息，这样的居住环境呢让城里人也非常的羡慕啊。我呢今天就到这边来稍稍的再逛一逛，现在得赶紧回去了。整体来讲啊，这个农民的新村吧，还是非常的干净啊。相信呢，这边就应该是村委会附近了啊。这里就是他们的村委会。好，我现在呢就离开革新村，往回骑了，就顺着这条渡杭公路啊，直接骑到渡杭的渡口，然后呢再回到浦江郊野公园我停车的地方。
右侧呢，就是拆掉了很多的旧房子啊，对面的就是赵家楼。这边呢，恐怕有更大的一个蓝图规划，以后呢，就会以一个新的赵家楼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天气说热就热啊！今天早上还下雨呢，现在已经是大太阳的天气了，气温呢应该也有30多度了啊。过几天有可能会突然暴升到35、6度，也许呢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啊会比往年缩短也不一定。但是呢，酷暑就要来临，要做好这样的防暑准备了。我一直以为我走在杜杭公路上啊，然后呢抬头一看，根本就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这条小路上啊。虽然呢也足够宽敞，但是呢看上去没什么风景。
现在呢，又回到了浦江郊野公园这边了啊。相信呢，再骑个15-20分钟啊，就可以回到我出发的地方了。左转到的这条丰收路上啊，应该距离目的地呢还有个10多分钟。这边居然还有一条乡村的栈道啊，很多名堂啊，明月桥、秋思桥。
通过这些迂回曲折的木栈道啊，看看能不能骑到马路上去啊。哦，这边的栈道边上那些花朵非常的漂亮啊。应该已经来到了浦江郊野公园里面了啊。果然啊，骑着骑着呢，也来到了黄浦江边。原来呢，这里就路过了这个渡黄渡口了。好，我知道该怎么走了。这边呢可以摆渡到黄浦江的西岸去。我呢就要从这个桥下一条便道啊，骑回到我停车地方。这个坡太大了，我还是推车上去吧。这边呢是姚家浜水闸，眼前的呢就是宁浦大桥。又回到了江边啊，这个风吹得还是很舒服。
不知不觉当中呢，也骑行了20-30公里了。从浦东郊野公园这边的一个叫连胜村的地方呢，骑到了浦江镇赵家楼一座古镇边上。虽然呢古镇在维修，但是呢也在它边上的革新村的新农村里边呢，又去逛了一圈，再骑回到这边，出了一身汗今天气温不低但是呢非常好的一次骑行健身就是呢让我的孩子在这边可能久等了，稍稍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孩子们呢肯定是支持老爸健身锻炼的他们呢在这边应该也逛了一大圈，两姐妹呢可以在这边好好的聊一聊，应该也是一段久违了的开心的时光，因为毕竟疫情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前方呢就应该是我停车的地方了，那我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希望大家呢经常都有这样快乐的时光，再见，拜拜。